太不可思议了！在大山的山脚下，我们居然发现了一栋房子。通过无人机的视角，我们发现房子的周围开垦了一大片菜地，居然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小路直达这栋房子的门前。当我们步行拜访这栋房屋主人的时候，没想到是一对年过70的爷爷奶奶在此生活。他们告诉我，这里曾经是一个居住了40多口人的村落，但是现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其他房屋的痕迹了。如今只剩这2位老人在这里独守，不过他们豢养的家狗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走遍湖湘大地，领略风土人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新的一年，新的起点。现在我来到了湖南的一座大山里面，来探访一个古村落。当我们徒步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山谷的深处，居然有一栋孤零零的房屋。在房屋的周围，我们看到还有开垦的菜地，种上了绿油油的蔬菜。我猜想，那栋房屋应该是会有人居住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徒步走进这个山谷里面去看看吧。当我们走进这个山谷的入口处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面前有零零散散的几栋泥土房，但是也就只有一些老年人居住在这里了。好了，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一起走进这个山谷里去看看吧。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的一座山谷里的一个原始的古村落。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看到有电线杆一直架到山谷里面去，电线一直延伸到山谷里面。那么我猜想里面肯定会有人居住的。现在我们沿着眼前的这条泥巴路往山谷里面探寻，旁边是潺潺的山泉水流下来的，这里的水源都还有这么的充裕。在这个山谷里面格外的安静，只有一些村民养的家狗在这里吼吠。我眼前的这条泥巴路不算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骑摩托车没有问题，但是不排除到了里面可能会有更加崎岖不平的道路，可能都没法骑车。我估计住在山谷里面的村民啊，出行可能都只能步行出来。整个路旁这一片都是荒废的田地，基本上长的就是一些杂树、竹子。这里一大块也是荒废的田地。是的，如果是遇到下雨天，这路上走路就没有那么方便了。你看这个山泉水，形成了一个小瀑布了。是的，这要是夏天来这边溯溪游玩的话，肯定会非常不错。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老是往山顶上跑，现在到冬天了，天气变冷了，玩不了水了，就天天往山谷里面跑。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条小路，你们看，好多乱石，我们走过去看看。你难不成还想从山谷里面的乱石堆里面走上去？这条路看起来好像还真的可以走嘞。那你把包给我。你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是吧？是的，今天我给大家玩点不一样的。
徒步从这条山谷里的乱石路走到正路上，看看能不能到达。这条路其实还是可以走的，玩点极限挑战。你看，大家看，我们从这里爬上去。这里的水流非常的湍急，溪水啊非常的清澈。我们来感受一下。哎呀，要不是现在是冬天，我真的现在可以玩一下水了。现在我又走到正路上了，你们看，刚刚我就是从这条路一直走到这里来的。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山谷深处出发吧。从下面穿过来的电线杆，一直往山谷深处延伸。好，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块青石板搭建的便桥。这里我们看到有用这种大块的岩石搭成的这种石台阶。是的，所以在这里能感受到，以前这个地方肯定是生活了不少人。那还真的是一个古村落的。或许以前这里就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感觉到有人生活在这里的痕迹。山泉水从山谷里面流下来的景致啊，也是非常的特别。你看，我们刚刚走上来这样的路，蜿蜒盘旋的，所以这个位置骑摩托车还是考验骑车人的技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而且坡度还十分的陡峭，这下坡都很难控制。这个溪水都把这个石头冲出凹槽来了，看到了吗？冲刷的非常的光滑。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啊！这边整个山体都是这样的石头山，上面长满了一些杂树。你看，很多这样的柴火，没有人清理了。那里还有好多红艳艳的果子。是的，这个野果子，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见到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面前这一块地基，就是用石头垒砌而成的，明显是人为堆砌的屋基，所以这个里面啊，以前应该是非常的热闹。你看我面前的这个路啊，你说山里面的人要出行是不是非常麻烦？是的，在几十上百年前生活在这里面的人，他们想要出行有多困难，尤其是下雨天、下雪天更没法出行。这个地方说不定是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古村落都有可能。这里又是一片用石头垒砌成的地基。
这里以前有可能是一处房屋地基，也有可能是一片菜地，或者是农田。不过现在人去楼空，杂草丛生，哪怕是房屋地基，都看不到一点房屋的痕迹了。现在是冬天，天气太冷了，水也非常的冰凉。你看以前这一片呢，全都是农田，现在全部长满杂草了。以前山里面的人，他们想要生活，那么必须要种植粮食。那么山里面适合种植什么呢？无非也就是一些红薯、花生、玉米。种水稻的话，条件肯定没有平原地带那么好，产量肯定也不会很高。因为种水稻，它受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水源，第二是阳光，对不对？然后就是气温。阳光、空气、水源、土壤。对，它这边，你像山里的气温呐，相对城市里面来讲，肯定是要低个要更冷的2度到3度左右。海拔高，气温低。一路上都没有什么杂草，说明这条路啊还是经常有人维护打理，不然不会有这么干净。这根电线杆看上去已经废弃了，上面都没有布电线了。这里也是当地村民用废弃的电线杆搭的简易便桥，通到对面这边去。哎呀，这条狗啊，还好啊，走，主人就在后面吧？是的。咦 ，Hello 。哎，叔叔你好，你去干农活吗？你去干农活吗？我说你是去做事情吗？哦，家里这个山谷里面就只有你们一家人住这里啊？啊，家里有人吗？现在？啊，有人在家呀。你要到山上去干农活去了？砍柴呀？啊，欢迎到你家里去做客吧。欢迎到你家里去做客吧。我们是来这个村落，然后看到这山谷里面有一条路啊，然后我们就走进来了。看到这里面的路也比较宽敞，又蛮干净，就沿着这个山谷里的一条路啊，一直往前面走。我们是到这边来玩的。来这玩的哟。对。说明开不了。是。没事，我们就到这里来看一看呢。到你们家里这里看一看，聊一聊。看看就不简单。哎，您贵姓啊？姓徐。姓徐啊？啊，徐。您年纪有多大呀？70多岁。70多岁啊，看不出来呀。你70多岁还可到山上去搞柴火哟？没办法了。没办法呀。我看你们住在这里山谷里面，这里的环境很好哎。老牛挖的好。徐爷爷你好。
这是我儿子，孩子，对，几个孩子？一个儿子啊。一个孩子啊。我就是带他出来登登山呐、有时候，然后在山谷里面踏踏青啊，来这个里面玩一下呀。你们一家人住这里啊？以前这个地方住的人多吗？以前有40多个的人。这个村以前这是一个村落吗？不是一个族。一个族哦。哎，我就很好奇，在这样的山里面，我看到好多这种用石头堆砌的这种屋基啊，这上面是建房子还是菜地啊，还是田地？有些是田地，有些是建个房子。哦，那这个地方上面是以前建的房子还是田地嘞？这里是建个房子。哦，我看一下。你看一下。以前这个地方是。以前我的这里是有40多个人。有40几个人呢，我的这里。40多个人，那有多少户啊？有7、8户人家不？8户的人家。哦，有8户人家啊。哎，你这条狗还挺乖，挺温顺的呀，它就吼几下就不吼了。你要到很远的山里面去砍柴吗？哦，就在这里啊。这一下是建房子，头去。没有，不是建那个就是头说那个倒过来不对呀，你没你滚，你不是幸福倒过来。哦，泥土房啊。都是60年头就建了。哦，有60多年的房屋，那有多久没住人呢？什么时候搬出去了？毛的老师那60年的，毛的60年。以前这里一大片都是房屋。就10年了。离开这个村落也才10年呐，房屋就倒塌了吗？房屋就倒塌了。哇，那泥土房怎么这么不经？没人管你个企业。哦，没有人管。下雨就那个头穷还不就管，就倒塌的。哦，没有人管。我这个头穷的你呢，就是光说前不邻那个都是屋。哦，以前这一片全部都是这种泥土房。你看这里就只剩下一面墙了，就是这种泥土房。10年的样子没有住人就全部倒塌了，那真的是，以前住了那么多人。我在想，我们刚刚进来的这条路啊，也就只有这么宽。那你们以前上下山都是靠人走出去的，也骑不了车子，好陡的。啊，那你那种房子也是60几年修的，也有60多年。那你以前修房子的时候，那些建筑材料是怎么弄上来的？这就是头，没得不一片这房子，不一片这东西呗。哦，就是头用的本体个头。就地取材。那上面的瓦呀，还有砖呐。瓦是我是本体是个收个秧个球茅菜。做的是收过。哦，就是用一些木条，用一些泥土，然后瓦呢在附近烧制的。那还不错嘞。哎呀，这条狗有养了多长时间呢？您到这条您知道吧？啊，养了1年的样子，从小狗仔把它养成这么大了。他在这里跟你们看家，你老伴也在这里住。这六个人，那个就是6个人。你们在这个里住了多？有那个别人我觉得。2个女儿到别处生活，他们嫁得远吗？有1-20公里。也有1-20公里，那就在市里面了。是啊，本市的。他们经常会回来看望你们吗？大关个时间有时间就来看看去。有时间就来，逢年过节了，过年了会过来看一下你们。你们外孙啊，像寒暑假也会来玩吗？外孙啊。都不太喜欢了。他们都不喜欢这里吗？都不想来玩呐？因为老姨上班噻，我不就是。你女儿他们要上班，然后没有时间带他们来玩。我看你这山谷里面的山泉水呀，夏天是不是水源很充足啊？夏天来这里好好玩呢。
以前住那么多人，他们都搬走了。都不走了。那以前你小孩读书的时候啊，当时就是，就是以前是要下面给他分摊子个的。你就是分那个下面嘛，给他内部摊子的嘛。给他就是小学。哦，那里就有小学，那走进来也还好。计划生育个呀，就是。哦，就是计划生育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人了。这不是全部倒闭了。哦，全部倒，没有什么小孩了，然后村里面也不想办学校下去了。没得倒闭没人嘛。哎，以前这些人为什么要搬离出去嘞？啊？他们住了以前这一片全都是房屋，他们为什么要搬离出去嘞？为什么要搬了去？哎，为什么？哎，为什么要搬离出去呢？不愿意住在这个山谷里面呢？就是没得学校倒闭呗，不毕倒回去这个你没得办法呗。哦，没有学校，主要还是为了小孩教育。就是我的，还是你没得那个老师，你问了一张说都是。所以都到镇上去了。哎。哦，那你们还一直愿意？那这个村里面就只有你们两口子一直坚守在这里了。你们是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吗？没有。哦，以前这个地方啊，有田农田吗？种田种的多不？每家每户？田不多。一年能种几稻了？能做的也做的2到5产量地哦。哦，产量地也能够种2季。用过那不现在还个山那个摘个说明就过头个边下面就过边个是山大个话的还有个产量不是。他不是有收个用工说他用多个人家。哦，是的，我们走进来，现在是下午3、4点钟，感觉这山谷里面，对，没太阳，是的，是的。哎，这是到8、9点的，你有太阳来，啊，我就个产量就低个了。啊，因为你看这山上，我看有一些竹子啊，然后看一下，好像只有一些沙树，对吧？好像也没有其他什么品种的树吗？啊，有点沙树。那么这些竹子有没有可以把它砍下去啊，或者是卖的呀？你不交通不方便嘛？对，主要还是交通不便。这里出去你就是砍下来，你也得扛下去，也很麻烦。所以麻烦是这个就是啷个不行到遇见去。还有3个孩子就不行，我完全就。不行，做个事了，叫我去的。是吧？你家的饭呢？我就是。那你们平时买什么东西？你怎么出去嘞？我一直到镇村里去呗。到镇上去？你自己会骑车子？是，其他子你不会骑不叫意外，就拿钱照片那个啥子啊。你自己会骑车子吗？到镇上去？我是好的老司机的，能买我的女士车子去摩托车去。哦，女士摩托车你还可以骑了一下。我的是啊，就是啊，就我不是话，我不是也会这玩意，你这里我不就走的。你70几岁还会骑女士摩托车，也还是很厉害的呀。老司机了，买它子没得办法行了。对，因为我看你这个地方啊，离镇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哦。离镇上有10-20公里吧？啊，10多公里去。有10多公里是吧？因为你毕竟还是要家里生活的一些物资啊，还是要用到嘛，然后要买一些东西，可能家里养了一些鸡、鸭，对吧？对。鸡都不多了。啊，鸡都养的不多。不多啊，没那些用鸭。你搞到60个，你一个人搞不行了呗。你们两老在这个家里面，可能也没有多少开销了，就是自己的菜呀，都是自己种的，对吧？就是没有说，我估计你们家这里面的水呀，估计可能都有山泉水。是有。对，有水。其实我觉得。是水不钱咯。啊，水不用钱，柴也不用钱，你就是要用一点电费。啊，就是电费，对吧？就买点米去，买点生活就买点米了。现在应该你70多岁了，应该也没种田了。我看。全部的呗。是的，我看这里一大片的田都荒废了。我种地，你种10个人种呢，欺负老鼠是不是这个的？哦，有老鼠啊。
还有在拿山的过道里头老鼠，哦这老鼠，个你麻雀麻雀、啊，老鼠都会泛滥了，所以也不好养。啊，你别。那你住在这山谷里面，有没有像野猪啊？这现在这个年代还有没有野猪啊？有。有啊。有。哦，那也是比较麻烦的。我看你们家那房子也是泥土房，只是外面用粉刷。泥头。哎，泥土房是不是住的还舒服一些哦？啊，你像夏天的话，应该比较凉快吧？夏天我这个是热了。哦，夏天没那么热，它不吸热啊，是吧？只要保证它不漏水，应该长期有人住，房子就能够保留的久一点。你这个山谷里面平时有没有其他人到这里面来玩啊？不多。不多啊。有没有其他的年轻人到这个山谷里面来，像我们这里一样来这里玩呢？不多，不多呀。他是欢啊，他好欢喜是不是？好开心是不是？哎呀，哦，他平时听话吗？平时还听话吗？不咬人的，平时不咬人。哦，他不会咬人。想给这把那天万一你还有来呀，人都是两个你不行的咬过去的不？啊，他一开始还碰到陌生人来了，他吼叫一下，但是慢慢的他就熟了，他就不吼了，然后很欢快的。哎，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养一只狗啊？养2只狗，这样的话，这只狗就有伴。还有吃东西。哦，要吃东西，要粮食给它吃哦。昨天不行了，还不行了。哦，因为我到过其他的地方，有些人家里至少养了2条狗，那么他这2只狗呢就会有个伴嘛，对不对？狗也要有伴，你人要有伴，那狗也要有伴，对不对？啊，这个狗它平时会帮你捉老鼠吧？不太捉啊，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山里面的老鼠啊比较多嘛，田鼠可能是比较多。你像我小时候，我家里养了一条狗啊，跟它差不多大，但是我们家里如果有老鼠出没的话，它就会帮我们去抓老鼠，它动作很快的。所以说养一条狗还是很不错嘞，在家里面看看家还是可以了。我们发现你们这个地方的环境很好哎，其实。这山谷里面空气特别好，所以你们住在，所以你们住在这里面应该是比较好养生。你像你们70几岁了，身体还好吧？啊，身体好，你看能干农活就代表身体好嘛。偶尔干一点农活，对身体还是要好一些。对，只是不要干重活了。就是稍微人就是要活动。现在你老伴在家里。他在家里。我们能去你家里房子那里参观一下吗？可以。好啊，我们去看一下，好吧？好了，你先在这里忙啊。好，我们先过去了啊。哎，刚刚那只狗嘞？回家了呀。回家了，被徐爷爷赶到家里去了。还是蛮听话的嘞。说回家还真回家了。是的呀。它是从小养大的狗啊，所以当然比较听主人的话呀。这2位爷爷奶奶好像还在这里养蜜蜂呢。是的，周边放了，目测看上去有5、6只蜂箱。这边呢，开垦了菜地，种植了一些白菜吧。它门前栽种了胡萝卜、白菜。这里是山泉水，看一下门口的水呀，啊，好清澈的。你看，
哇，这里可以平时在这里洗衣服、洗被子、洗菜，山泉水源源不断的从里面出来。哇，这2位爷爷奶奶呀，种的菜呀，你看到没？后面还种了一大片。啊，这边是房子的后面，还种了这么多菜，还放了风箱。它这个房子做了一定的修缮。你好，珊珊。奶奶你好。哎呀，我们是到山谷里面这边来，然后一条走路进来，然后看到这个路啊还蛮好走的，看起来有蛮干净，就一直往前走。哎，啊，然后就看到这里就有一栋房屋啊，是吧？我们刚刚在那里跟徐爷爷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这个房屋，哎呀，你这栋房屋他说有60多年了。哎，都有啊。嗯。哎呀，你这栋房屋看上去面积还有蛮大耶。啊。以前一家4口人住。我的心就是，哦呀，心就是300年家完，9个。有9个人呐。哎呦，刚刚徐叔叔说你们2个女儿，还有公公婆。女，这是他的6姊妹。6姊妹啊。哎，我是杨子姐。也就是你还有公公婆婆以前也住在这里。哎呀，这个了呗，4个了呗。哦，以前有9口人吃饭，哎，那也就是9口人住在这个房屋里面。嗯，是。嗯。你看我在湖南的这边乡村里面，好多房屋都是建的这种吊脚楼的形式。你看这个上面一般是可以晒什么东西啊？晒衣服、晒被子。是个。还是2层。我跟你说，你是高一点，不能远到说那，不方便。哦。交通不方便。交通不方便，没办法，就是。是的，你像你以前。就搞了这高速路。你像你修筑这栋房屋的时候，徐叔叔说都是就地取材的。你像木头就是山上砍的，泥巴也是这上面的，然后这种石块也是山上的。叫我哪呀就没回去了。哦，也就是以前住在这边的邻居，他们都是跟着儿子出去了，就。哎呀，为他读书呗。哦，为了读书，对，刚刚徐叔跟我说了。那我那有人俺们就是有人读书去那个那是。大官那是我是在我还在我那骗我的说那。哦，他们反正也嫁出去了，然后你们2个人就继续坚守在这里面了。我这样是过这个雷鸣说那，是过手逃离。哦。现在就是要说，反正有些个是哈，我说的穿历史框就好些。对对对。烧菜呀不要紧，是。水不要紧。就没得分享问题，我说个嘞，有些个是我。打开门就不能晒的东西都有买。是的，是的。我看到你们家还架设了这个卫星天线啊，那个还在用吗？就是那个锅呀，上面那个还在用吗？对，就那个接收电视信号的，在这个网上。对，这个卫星天线，看电视的。看电视。你们这里就是还可以看看电视了。电话不通呗。哦，这里也打电话也打不出去，没信号。没信号呗。那你平时遇到2个老人家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是没办法选咯。哦，偶尔电话。我的空还得海底去打得通嘞。哦，就是到稍微高一点的山坡上，还是能打电话打得通。就是个哈个两级个的，海底上个那用小时路就个的就打得通。哦。个空海的。哦。就是我们去就打不通。是吧？这山谷里面。他的装他嘞，首先呢他也没装的好些吧，这就是和他那样，我和老宋跟说那。来，我们进来没带什么东西来给你吃，送给你们吃。谢。没事，我看。留着你吃。没有，我们自己就是买一点东西到山里面来，给一些老人家出去。我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嘞？我不，留着你吃，你吃老当高远。放那里了，放凳子上，放凳子上。不，没事，你们出去也不方便，对不对？我看到你们以前就是喜欢
流行做这种门，对吧？里面有一个大门，外面一个小门。这个小门的作用是什么嘞？这个小门，哎，这个小门的话，啊，是不是这个小门它有时候白天呐、就只关一个小门，然后什么狗啊，然后鸡呀、就不会到家里来。哦，所以说，哎呀。你这房间呐、这家里啊，搞得好干净哦，婶婶。我说你家里收拾得很干净，你看到没有？多干净嘞！啊，哎，我看到你们以前，搞这个东西。哎呦，你们家的我是用个木要啥的扶贫咯，搞是刷的完了。哦，你看他们家这个房梁那里写了什么字啊？中字啊。哎呀，这是老东子呗。啊，这是你们家族的一个思想啊。我搞个树叶用啊，我来个也搞树叶，接着来个树叶的。啊，我就是。这个山泉水是吧？哎，我问你这个是接着来。哦，你看，其实我觉得你们，没得污染。其实我觉得你们住在这个山谷里面啊，其实还是很方便。我们是文明。对，这里面养生啊，是吧？只要是有电，哦，也在这里也住了60多年呢。你们这个以前还做了这个楼梯哎，木质楼梯哎，这个木质楼梯还能走吗？你们以前做的这个木质楼梯，现在还能走上去吗？不，现在不是个木楼梯啊，不是个。哎，你看以前虽然是泥土房啊，但是还修建了2层哎。里面以前你们家住那么多人，楼上能住人吗？这楼上能住人吗？就是以前你不是说住了8、9口人，那以前这个楼上能住人吗？下面地下的，不是到那种。哦，楼上就是放一些杂物了。哦，就很少有人爬楼梯上去。这个楼梯看上去还有蛮结实的嘞。我看到很多人都只有这个楼梯，你还做了这种很牢固的。反正这个是进屋，这个是等到中间有进屋啊。哦。吃菜不？我们有水了。我看你们好勤快，在这里种了好多菜。这个山里面很勤快，前前后后、屋前屋后种了这么多菜。平时你的女儿她们也很少过来，对吧？我们品尝一下山泉水泡的茶，我们在城市里面都喝不到的。好，来，谢谢奶奶。我都没得不淋污染嘞，我说茶水都是。哦，你这个山里面，就是这山谷里面，经常有人来这边玩吗？刚是有人来这。偶尔会有一些人到这里面来，也是山谷探险的咯。你们没老小我那个到你们老说你了，到不是空啊家伙这个了。这条路上面走不了了。到不是这上家。你这房屋做修缮的时候，什么时候做的修缮呢？这房屋什么时候做的修缮呢？我看你这个瓦呀，所有房屋的瓦呀都重新盖过了，是吧？重新用这种铁皮盖过了。就是啊，在过了今年这个当盖上我。是浮萍的吗？一不讲我是个牙嘞，反正是个牙不？有大一个喂拉下来，就一下不插个去，烂个去。这把个牙都全部没有了，就我是个牙。就是你家房子以前的像这种瓦片呐，就是碰到下雪天就容易垮塌，所以这个铁皮的这个瓦是政府给你们搞的吗？是政府我的就是该都用到混做，该个财务都没吃的，可是个该我的做了10年之后我把倒过去，该我的当狗肉卖了，可是个。所以政府跟你们搞一下，你这栋房子就可以保留的更久一些了。不过有你们一直住在这里呢，就维护的会要好一些。房屋一旦没人住，就全部塌掉了。
刚刚叔叔告诉我，整个那一片全部都是泥土房，10年没住人就全部完全痕迹都看不到了。是个。哦。是。你在这里还看到还养了一些蜜蜂是吧？每年还可以产一些，收集一些蜂蜜了。啊，这蜂蜜一家的好就有，冇家的好是有冇的名头，我这个。哦，养蜂蜜就省心一些。刚刚徐叔叔告诉我，养山羊就比较费时费力，不好养，年纪大了没那个精力。是个呗。哎。就是，你不给它这样啊，就来。哎呀，你看这条狗啊，刚刚进来的时候好吼我们的，然后一下子就很温顺了。我刚刚还建议徐叔叔，你们其实可以养2条狗，为什么呢？因为你人有2个人在这里有伴，那么狗呢？你要是养2条的话，那也有2个作伴呐。他说一掐东西、掐饭掐得多呗。哦。我认为掐得多，就你要掐死。哎，是的，老人家养不起是吧？我还有人还会说个的。哦，他能吃一大盆饭的一餐。哎，我说是太旺。哎呦。所以旺。哎，你还别说，婶婶，我看你这只狗啊养得特别的好嘞。就是这个了。哎，你看它的身上的毛啊，都是很滑顺的，对啊，光滑的那个毛啊，这只狗养的真的很好。蓝色狗。而且你在这个山里面完全是放养的，对吧？所以它也很自由一些。要是有个伴，那就最好了。看这只狗好温顺的，是吧？从最开始朝我们。说你要把这个名字这个。确实是。以前住在这里40多口人住在这里是相对来讲很热闹哦。哎呀。大概都走过了。很多邻居在这里还是热闹一些。这个猫是跌回的，饺子。在这山里面确实温度要低一些，好冷，每天要戴着帽子的。你这个地方应该按道理来讲，太阳照射的时间长不长？太阳多不多呢？照射的时间长不长2点多几点到了3点多几点就会温我老是走。哦，3点多钟的时候，下午就这个门前就没有阳光了。就温阴病。啊，对对，阳光已经转到那里去了。所以你整个这边就是2边都是山。这边2边都是山。然后山也相对来讲有这么高哦。年龄的时候，年龄的时候所以我就不太热，阳冰个河，巧凉个。哦，夏天的时候好凉快。你家里估计夏天要吹风扇不？夏天要吹风扇吗？吹风扇喽。夏天呢？夏天好，夏天不热吧？不太热。不热啊，连风扇都不怎么要吹。哦，老年人都不用吹风扇，年轻的人可能还吹一下风扇。空调更不用吹了。我们城市里面要是不吹空调，完全待不住。口径按年龄的，我说你压个宽流，对不对？好。是的，一天这边就养一些鸡吗？放在这里。狗子放狗子个。哦，这个狗就住在这里。哇，以前真的是，你们这个位置相对来讲比那边的话空旷一些，这个位置是吧？也这个房屋面积有蛮大。好了，那我们差不多要回去了。你回去喽。我刚是会玩大。你看，好温顺的啊。你告诉我是这我给叫着你去家狗。啊，没事没事。妈妈，过来一下。过来你也感受一下，来摸一下。哎呀，你看他好开心的，你看他，哇，你看他，哇，我要回去了，我们要回去了。你看他好开心，我们要走了，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哎呀，他是不是好开心呢？哎呦，你看他真的是很开心哦。我看，婶婶，我看你这
你看这位徐爷爷70多岁还挑一担柴过来了，你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身体真的很好哎。他说的好啊。哎，你看他还搞得起，我们都挑不起哎。天福，你想一想哦。搞人家人家不是累呗？哎，你不累每天你也搞饭吃呗？是吧？这里条路都是你们平时修理过的，您平时偶尔还是会出去了，偶尔还会到那个村里面村口那里有一些老人家住在那里，我看到好像零零散散也没住多少人吧，是的，现在农村里面很多老人家。好啦，我们要回去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们要走啦，我们要走啦，拜拜，拜拜。你看，是的，他好开心的。爷爷奶奶拜拜。哎，两个老人家有这只狗陪伴，也是有蛮多乐趣嘞。我们沿着山谷里的一条弯弯绕绕的小路，走到山谷深处，遇到了生活在这里的这位徐爷爷。他虽然年纪已经有70多岁了，但是他依旧能够做农活，身体非常的健康。这2位爷爷奶奶，他们生活在这个山里面，和一条狗相伴，日子非常的幸福快乐。他们家养的狗非常的温顺，虽然一开始对我们大吼大叫，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后来这条狗变得非常的温顺乖巧，后面都还舍不得我们了。真的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好啦，今天的山谷探险之旅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